那今天的主题，想先问大家对于长照产业的印象是什么呢？可能会像是人力密集啊，场域可能偏传统等等的印象，可能会觉得和科技有点难结合。但是讲师来自的公司智灵科技呢，就很成功的结合这两个看似有点相悖的领域。那是台湾目前市占率最高的长照系统服务供应商，同时也在北美和日本等地有发展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得到的讲师是我们智灵科技的李宏奇执行长特助，同时也是我们数位转型的负责人。讲师毕业于我们台大资工所，那他的硕士和博士的论文主题都有利用科技和 AI 来协助失智症的长辈。那也曾经有过自行创业，还有担任过新创公司的 GM 和 CTO 的等等的角色。那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那讲师在智灵科技呢，主要是协助执行长策略的规划和执行，那也负责数位转型，包含像资安、数据分析等策略的拟定和落实，在长照产业是有非常多面向的经验的。那接下来就请大家帮我们用表情符号热烈鼓掌，欢迎我们的讲师李宏奇执行长特助，谢谢大家。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智能科技在做的事情，还有我们怎么利用AI 带到长照产业里面。那可以看到说，中午时间有400多个同学报名，而且是跟数位跟数位转型有关、有兴趣的同学们来听这样的一个讲座。其实我是非常开心，也很期待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面，可以把我们公司的一些经验，然后带给大家，让大家去思考说，哎，数位转型其实有非常多的产业是可以去应用跟导入的。那包含可能你可能熟悉或可能不熟悉的长照产业，那今天就是一个算是产业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智能科技的几个 headline。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市场已经是有差不多37%以上的市占率，是台湾第一名的就是资讯服务的提供厂商。那我们现在在国际市场上也有进入到北美跟日本的市场。那当然，我们其实从 Day One 就非常希望能够导入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对，那我们其实已经收集了11亿笔的这个资料。那作为我们在做 AI 的部分，其实算是一个蛮坚强的后盾，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护城河。这样，我自己是毕业于台大资工所，那过去的经验比较多，有在区块链公司做过 GM，然后其实后来也在几间新创公司做过技术长。那现在在智能科技其实是做执行长的特助。那我的任务上呢，其实就是协助公司做数位转型。所以你可以想象说，我们公司呢是在帮长照机构、长照产业做数位转型。那我的任务就是帮这间公司本身做数位转型，这样。那当然包含的东西会比较偏向公司的营运面。那我也希望说，用我的科技的一些知识跟技术，能够让公司的自动化能够更加的完善。好，那接下来就会进到公司的介绍。我们对外的品牌，大家会比较常听到的是叫做 Jubel。那 Jubel 这个字其实是从 Jubilate 这个字来的。那我们希望把高龄这样的概念放到欢乐喜悦这样一个字词里面，所以我们组了一个字叫 Jubilate。但是 Jubilate 对于大家一般的我们的顾客啊，或是说朋友在记的时候，其实比较难记一点啦，所以其实我们就把它简化成叫做 Jubel。那其实也代表着主播，就是台语的珠宝的意思。那我们希望它隐含的意义呢，就是欢乐的高龄生活。那智盈科技其实是一间软体科技公司，我们希望也期许自己能够成为最了解照顾的科技公司，也是希望说是长照产业最信赖的科技伙伴。那我们有3个很重要的一个愿景，第一个，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个照护员啊，或是护理师在机构里面他的照护能够更加的轻省，然后让这些长辈的家人，即便把长辈就是安排在这个照护机构里面，他们也可以非常的安心。那长辈在这样的机构里面生活，也能够是非常的有尊严的。那这个连接的部分，就会透过资通讯的技术，然后去建立一个很好的信任的基础，让大家在整个环节里面都是非常的安心、有尊严，跟照顾非常的轻省。那很快的再介绍一下智盈科技目前的状态。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大概有110位的成员。那北美我们大概有12位的同事。那全球有5个据点，包含台北、台南，然后北美、日本、新加坡。那目前我们大概募集了5.2亿的资金，全球客户大概有1100多家以上。那我们通过我们系统照顾的长辈，目前统计下有13万名长辈。那实际上使用我们的系统的专业人员，包含护理师啊、社工师、照护员，大概有4.7万名。对，
那Jesse 康世仲博士是我们的执行长创办人，他自己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那他的专长呢也是在 AI 机器人还有决策资源系统，他之前也是台大的教授，那也是曾经担任副教务长。那对我们的团队，其实我们算是软体科技公司嘛，但是我们照护的这个领域，或是我们提供服务的这个领域算是蛮跨领域的，所以其实团队里面除了软体工程师、资料科学家以外呢，还包含了很多护理师、心理师、社工师、工卫师等等不同跨领域的背景。那也因为我们其实从第一天就希望说这个产业或这个技术能够带到国际，所以团队成员上面我们大概20%都是有国际的学经历，那有10%大概是有外国籍的同事这样。那也因为 Jesse 本身的背景，所以我们其实在产官学研上面其实都有蛮丰富的经验跟人脉。那在智林科技，其实早期是在台大的一个创新的育成计划，那到2018年才正式商转成为成立成新创公司这样。那其实后来每一年，其实我们就持续的从长照系统，每一年都推出一个新的系统，长照系统、日照系统、居服系统，那包含到最近我们在开发的远距医疗系统，就是持续的在发展我们的科技的技术。那过程中也透过并购的方式去很快的累积我们的这个市占率。那其实接下来就会讲到说我们所照顾的这个产业，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其实在过去几年的一些研究里面，其实台湾的老化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我们从高龄社会到超高龄社会，预估时间大概是7年左右的时间。那其实日本是我们的1.8倍，法国、英国大概是我们6倍到7倍，所以其实这个老化速度非常快。那这个速度可能也跟我们的生育率是全球倒数第一是有关系。现在已经经过那个黄金交叉，就是所谓的生不如死，我们的生育率不如死亡率，所以人口其实是逐年的在减少。那这样的问题就会导致所谓照服比的问题。对，那比如说台湾以现在2020年左右是一个长辈会有4位可能年轻的族群去照顾，可是到了2060年，其实就会变成是一个长辈只有一个年轻的人口去做照顾。那其实这时候就是照顾人的负担就会非常大。那这时候势必就会需要一些可能突破性的科技来去实现说可能用更少的人来去达到更高的照护品质。那下一个就会提到说，那这样的高龄社会下，我们可以怎么样用科技创新？那其实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讨论啊，就是我们可以想想看说，大家过去有没有去拜访过，或者说去参观过，或者说真的有家人在长照机构里面可能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你可能去过的机构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从大家过去的想象里面，其实，如果你去的是比如说像长庚养生村，你可能会觉得长辈在里面生活其实很愉悦。那或者说，因为里面有很多课程的活动嘛，那如果说今天到的是比较偏向护理之家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其实长辈他们会可能很多时间都是坐在一个定点。那因为护理人员他们非常的忙，他们每天有很多的事情要安排长辈用餐、洗澡、可能照顾、量测等等，其实会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那包含他们的照顾记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就会去思考说，那科技的力量怎么样去协助这些照护人员或是护理师，在场域里面能够工作更加的有效率跟精神，让他们可以把时间花在照顾长辈身上。对，那这也是智能科技我们提供服务的一个最主要的初衷。那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统计，我们过去去研究说，哎，照护人员一天在机构里面，他花的时间都花在什么样的部分？从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们有60%的时间都花在间接照顾上面。那真正去间接照顾就指说，哎，他们去打这些照顾记录啊，或者说联络家人啊，或者回复 Line 啊，或行政作业等等，只有40%的时间可以去真的在长辈身边去直接的照顾他们。那 Jubal 也就是智能科技，我们导入的解决方案，就希望说，哎，让他们可以记录上面能够更加的精神，沟通也更加的精准，去减少他们在间接照顾的这个时间，让他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真的留在照顾长辈身上。对，那接下来就会介绍到说我们现在提供的系统。那现在在机构里面，我们提供的主系统就是有点像是个案管理系统，那我们也叫它 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就是护理的资讯系统。那它的目的呢，就是让他们每天在做这些记录可能是说生命真相的量测，或者说个案的资料报告、用药记录或是就诊记录，都可以在一个
云端的管理平台上面去做资料的汇整跟记录。那我们也希望把它变成是一个 mobile first 的 interface，原因是因为他们就可以随身携带着，然后带到床边去做记录，而不用来回的去奔跑。那像我们也把 AI 的技术 embedded 在里面，那包含就是说，等一下会介绍了，我们等一下讲好了。对，那我们也让这个间接照顾的时间能够降低40%。对，那这是主系统的部分。那有了主系统发现，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在床边有非常多量测的需求，比如说，长辈可能每天都要量体温啊、血压、心跳啊、脉搏等等。那我们就设计了一台推车，叫做 Jubilink。那上面就是一个 iPad，它可以结合很多的 IoT 的量测设备，可能透过蓝牙的方式。那我们目前应该已经有超过50种以上的装置，只要机构使用的机器是蓝牙的话，就可以直接跟我们配对去做连线。所以他们可以推了这个推车到床边量测之后，就直接上传到云端平台上面，就不用去手抄或是回到护理站再去做一些记录。那也可以降低很多辨识或是错误的几率。对，但这是我们的 Jubilink 的系统。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也希望说，家人其实也是我们非常在意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也希望说，长辈在机构里面，家人是可以非常的安心的。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叫 Family Line，就是家人安心宝的服务。透过 Line 的 Chatbot，可以把长辈的资料透过 LINE 的方式定期的去提供给家人里面，让他们可以很快的掌握长辈在机构里面的这些资讯。现在这个简报这一页也是一个实际的案例，就是跟刚推车有关。那过去的做法，那这些护理师或者照护员，他们就会到床边，然后去做生命真相的量测，然后写到纸本上面，然后再跑回护理站，然后再去做 key in。可是 key in 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字迹辨认的问题，或者说会是打错的这种记录风险的问题。那现在其实他们就变得非常的轻省，那只要装置连线上，然后一量，他们其实资讯马上就直接上到云端。那真正加上声音的题，他们搞不好连看都不用看，只要听到 B 声就知道资料已经量完，然后已经上传上去了，所以也可以节省他们非常多的时间。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在伤口辨识的部分，等下也会细讲。不过它的概念上就是说，过去我们在做伤口辨识，因为长辈会有长期卧床的问题，可能身上会有一些褥疮，那其实他们都需要做伤口的记录跟辨识。那以前就会拿一个尺，然后拿数位相机，就是这样对着去拍照。那可能记一个伤口可能要花15到20分钟。那现在呢，我们就结合 AI 的方式，透过影像辨识的方式，它只要 iPad 一拍，可以辨识伤口的这些状态，然后只要确认之后就可以送出，所以也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的时间。那从机构里面的一个资讯系统来看，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不同的阶段。比如说，过去我们可能是传统的医疗照顾，可能是用纸本的记录啦、电话沟通的方式。那可能前一段时间大概出现了中心化的护理站，那也是一个电脑化的资讯平台，不过它都是只集中在护理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会有很多的电脑表单、数位流程标准化的方式，我们回到护理站去 key in。那我们希望说，透过 Jubal 系统的导入，那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照护的协作平台，是一个沟通的协作平台，整合了跨平台的可能 mobile device、可能 AI、IoT，还有云端服务，可以让这个服务变得更加的轻省，变得更加的个人化，可以是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整合照顾。那这是我们 Jubal 现在算是在这个产业的系统的过程中的一个定位。那我们提供的服务呢，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主系统，那我们的 Smart Care System，那里面有超过150种的模组，就是这种记录模组，可以让这个机构自由的去选用。那刚刚有提到说，为了让床边的量测变得更加的方便，我们也设计了 IoT 的量测推车，那透过设备可以直接把资料上到云端。那当我们收集了很多资料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做 AI 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可以做生命真相的异常侦测，包含伤口辨识等等。那当然，对于机构的管理者，他也会有一个营运的驾驶舱，可以一目了然看到机构所有的一个状态。那对刚家人这边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家人安心宝的一个 Line 的 Chatbot，可以让家人及时的掌握长辈在机构里面的各种生活的状态，那可以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安心。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提供整个服务的一个架构。
那我们现在主要的市场就是有分成住宿型的机构，还有日照的机构，还有居服的机构。住宿型就是他们长辈会24小时的住在机构里面，那日照就是他们每天会早上去，然后下午回家，就是大概8小时左右。那居服就会是护理师或是居服员，他们会到家里面去协助长辈做一些生活的协助，比如说帮他洗澡啦，或者说送餐等等。那我们在住宿型跟日照的这两个解决方案里面，市占率大概都超过37%，那都是台湾目前市占率最高的厂商。那我们也持续的去发展我们在居服的市占率，还有我们未来正在研发的这个远距的解决方案。接下来就会，其实从影片也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数位转型对他们带来的效益。那我觉得大家都是数位 T 大使嘛，也可以想说，哎，今天数位转型在你们所熟悉的产业里面，是不是可以带来什么样不同的效益？那以智林科技来讲，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减少他们照护的负担，让他们可以减少很多的文书作业，然后提供更好的照护服务品质。那第二个是说增进家人的参与，因为有时候这个机构并不是说离家人住得很近嘛，他可以随时去看长辈，那长辈可能也没有很长时间能够看到家人。那透过社群媒体，或透过 LINE 的缺霸，或者透过一个数位的连接，其实可以让家人有一个管道，能够更直接的关心长辈的近况。那这边我们做的蛮有趣的，除了生命真相以外，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今天吃了什么，他参加什么活动，甚至说他有没有喝水，有没有上厕所，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对，那当然另外一个更高层一点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降低照护员的门槛，就是他进来的时候可以很快的去透过系统就能够投入这个照护的行列里面，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护理荒嘛，或者说照护人员其实人力上也是非常的缺乏。那我们希望说透过系统的导入，让他们能够更愿意接受这个产业，也更愿意投入去照顾这些长辈。因为其实他们就会发现说，有系统的导入对他们来讲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力跟时间。那像他们也会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说服可能机构的主任啊，来去导入这样不同的系统。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希望能够看到的一个现象。再来就是说，对于护理师来讲，我们的一个愿景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可以更加的轻省，然后更加的有默契。那对于照服员来讲，他们可能不是每天都是忙忙碌碌，而是变成说是一个很优雅的、很有效率的，然后可以把他们的时间是留给陪伴长辈身上的。那对于家人，我们希望通过科技的方式去消弭这个距离，然后让他们能够更加的安心，有长辈住在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那接下来就会进到另外一个比较偏技术面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关于 AI。那其实从刚刚的介绍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想象，说AI 可以怎么样去帮助长照系统或长照机构里面的一些工作。那其实我们在过程中其实都有提到一些我们已经做的一些东西。那有些想法其实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回馈。那一个是说，哎，搞不好你想的跟我们一样。那或者另外一个层面是，我们可以透过大家的一些创意的一些发想，我们可以整合更多的技术，我们去开发更多的技术到我们的系统里面，能够让长辈有更多的受益。嗯，我们虽然说其实从第一天就知道说我们要做 AI，我们要导入 AI，但其实 AI 到长照机构的可能里面的照服员啊、主任啊、护理师啊，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因为我们还是要先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最关切、最主要的那个痛点跟问题。所以，其实我们是先提供系统进去，然后慢慢的才去做资料的收集，才去做 AI 模组的提供。那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信奉的一个点是说，今天有一个好的云端平台能够导入到机构里面，它就能够产生一个好的高品质的资料。那有好的高品质资料呢，我们才能够去实现更好的 AI 的模组的发展。如果在座各位如果说哎有 AI 的一些经验的话，其实大家在做资料的清洗、整理或是 mining，其实都会花非常非常多的力气，包含一些标注等等。对，所以其实我们就像说，在系统建立的最早期，我们就把这样的概念放进去。可是我们不会在第一时间就去推 AI。没错，现在有蛮多床垫跟地垫都可以在机构里面及时侦测他们是不是有不小心离床或者说跌倒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对，那我再回到我们的简报上面，那就是导入 AI 这件事情，我们希望说可以从
一个好的云端服务里面去先做导入，去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最需要被解决的间接照顾的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云端服务的系统里面，我们会先设计好它的资料应该怎么收集，确保我们在过程中能够很好的收集到很高品质，不需要太多力气去清洗的这些资料。那再来，我们就可以去透过这些资料的收集去做很好的 AI 的模组。我们可以根据场域的一些需求跟他们的想法来提供 AI 的应用。那我们所做的叫做 CBA 这样的一个 workflow，那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那目前呢，我们所收集的资料，其实都在稍微早期一点点，大概到去年底吧，大概有11亿笔的资料，那包含就是他们的生命真相，或是我们所收集的这些伤口的影像，包含他们日常的照护记录，还有每天常规的记录等等，总共加有11亿笔。那这也是智盈科技现在非常珍贵的一个数位上的资产。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介绍到说，那我们实际上在场域里面，我们是做了哪些的系统去帮助照护员能够更有效率的、更精准的去完成健康照护的工作。那其实我们也把我们导入的 AI 分成不同的层次。那第一个是说，就比较偏向传统人工智慧，我们就把知识放进电脑里面，就像说我们人会做的一些行为，或是我们思考的一些方式跟技术，就把它导入进去。举例来说，过去我们在这边想问一下，同学是护理背景的吗？那如果有的话，可以留个爱心，因为你们看到这一页应该会蛮有感触的，就是一个护理记录的一个手写的版本。那这其实也会想必大家应该会花蛮多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护理记录的撰写。对，里面当然就会包含说焦点目前病人最重要的问题，然后它的摘要是什么，然后内容用精简、有组织、有系统的方式去呈现在护理记录上面。那包含可能需要引用一些可能量测的记录等等，然后还要说他们刚刚发生的状况细节都要描述进来，然后甚至使用一个格式化的 DART 的 DART 的焦点记录法，去把他们的内容完整的结构化的记录下来。那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花很多时间再去做这样的撰写嘛。那其实在，我们的系统上面就会有一个智慧输入的一个 AI 的功能。我们从过去我们所收集的这些量测记录里面去做不同的分类跟资料的标注。那其实今天当我们选择了一个护理记录叫血压过高，那我们就可以去推荐他说，在输入过程中，你可能最常用的那些语句，它可以就用选择的方式，它只要用点的，它不用真的去打字。所以好处是什么？就是说它可以非常的省时省力，而且输入是标准化的，我们可以设定好一些专业的语句，它也不用打字，不用选字。那同时通过选择这个行为，就像是一个 feedback，我们可以再去加强这个资料的一个训练，代表说今天在 AI 在血压过高的这样情境下，大家会选择这些语句，代表这些语句是重要的，而且是常被使用的，那它的 ranking 可能就会比较高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我刚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是没有使用手机的长辈，可以怎么结合此照护？可能前面有些问题我没有注意到，不过我可以最后再一起回复。先回答这一个，因为我们的系统它其实是照护员跟护理师在操作的。那长辈他们当然可能在护理上，他们可能没有手机，或是其实没有办法使用手机，但是其实没有关系，因为主要都是专业的人员在使用我们的系统，他们会操作这个服务，所以是没有问题的。对，那包含题外话，就包含说，因为现在机构里面有很多外籍的同事嘛，所以我们也会有提供印尼文越南文的这样的一个界面，让外籍的伙伴可以很容易的一样可以使用我们的系统去做这些记录。对，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词汇 AI 智慧输入的地方。那第二个，我们会把我们这些记录的经验，或是我们学习的经验、案例的经验，放到电脑里面去产生一个模型，来去达到类似人类的决策。因为其实在，护理记录里面，当我们可能描述了一个症状或者一个情况之后，其实它会有很多后续要延伸的评估表单要去做填写。那过去可能就需要蛮依赖护理师或者照护人员的专业去记得说，OK，他今天这个情况比较跌倒，就要做跌倒评估，就要做跌倒的记录。但有可能会忘记嘛，所以我们就会透过去分析这个内容，就是我们所做的照护记录的内容去做推荐。推荐说，你今天讲到跌倒了，
那你是不是要去完成跌倒评估的表单？是不是要完成跌倒记录的表单？去提醒他，也确认说每一个应该填的表单，他其实都有填到。那好处就是说，他也不会重复填，因为他就是先把表单都先列出来了。那就是刚刚讲，再就是刚刚讲的，它可以减少人员忘记的一个可能性，那也增加这个判读的效率。对，所以这两个模组结合起来，其实就会是我们的 Auto Fill 这样的一个 feature。那 Auto Fill 就是说，这里就是让护理师在填写这个护理记录的同时，可以侦测填写的内容。那透过 AI 的方式去侦测它的意图，那我们可以及时的提醒或是推荐相关的记录表单为护理师把关，可以减少很多记录上的疏漏，而且增加记录的完整度跟记录的效率。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就可以让记录变得更加的精神，而且也可以避免就是有一些遗漏的地方。那其实就是一个蛮直接的案例，我们怎么样去透过 AI 的方式去提升照护的效率。那第二个是说关于生命真相，不知道大家的血压是不是都跟正常人一样？那我自己可能，比如血压可能是平常是比较高一些的，对对对。那对于长辈而言，可能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就是说，在机构里面，照护人员都会定期的使用这些仪器去量测住民的生命真相，包括体温啊、脉搏、血压、呼吸、血氧等等。但是学里有一个理论的标准值嘛，但是有些住民他可能是常态性的会超过，那这时候就会蛮依赖护理师的个别去判断。那现在做法就是说，以前的做法就是说，他量测出来之后，那护理师会看到，哎，这个长辈可能平常都是140，已经其实有点超标，可是他可能常态都是这样，那他可能就会关注的那个 threshold 就会在150这样的一个血压上面。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变得是一种可以用 AI 来协助？那其实我们过去，我再描述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对于有些新进的护理师或是在居家端的这些照护员，他们可能对于这个长辈他的背景啊、病史啊、生理素质其实没有这么熟悉的情况下，那他可能不知道说他其实就是常态偏高，或者说需要一定的熟悉的时间才能正确判读这个著名的异常值。那对于机构护理师来讲，因为可能住民也很多，他可能也需要再去查找一些历史资料，才能去判断说他是不是出现异常。那对于住民而言，就是他们的量测一定会有一些个别的差异化，可能统一的标准并不适用于可能所有的个案。对，那这个问题可能也会延伸到可能医院啊、居家、职场等等不同的场域。那所以我们也发展了一个 AI 的提醒的一个模组。那这个其实就是基于说，因为长辈可能他在机构里面可能会住个可能3年5年都有可能，因为机构跟医院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照护历程，它会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记录，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用他过去的资料来做一些分析，去设定他可能最适合他的这个异常的提醒的范围。那一旦我们发现有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界面上的一些提醒，会标示成红色。那它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减少人员去做一些比对资料的时间，然后增加判读的效率。那也可以提醒一些可能的风险。那但 AI 的发展其实都还是需要持续的去优化。那我们过去可能这2020到2022年的时间，我们大概累计了600多万次的使用次数。对，这个技术其实已经发展一段时间，现在很多机构都每天持续的在使用当中。那一开始我们透过学理值判断，可能是 recall 大概是58%，就是说当它发生真的有异常的情况，我们可以正确辨识的这个的比例，原本从58%，那透过护理师频繁的使用，给我们回馈，确认说这个异常真的是正确的，我们可以持续去优化这个演算法，让它越用越精确。所以到后期，其实它的 recall 已经达到72%，就是可以看到显著的提升。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可以让异常侦测这件事情更加的个人化，而且是这个提示可以更加的精准。那慢慢的，我们就会把更进阶的深度学习的技术放到产业里面，放到系统里面。那这边就会讨论到我们刚刚讲到的伤口辨识。那因为就像刚刚提到，其实伤口辨识在机构里面，他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记录。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影像辨识的技术，可以去自动辨识。那可以看到我们界面上，我把那个伤口稍微遮住了，因为怕大家会吓到。那简单来说，我们可以上传一张伤口的照片，
它就可以直接去辨识这个伤口的大小、尺寸、颜色、严重度。对，那其实它会自动把它带入到下面的这个填写的表单里面。那护理师当然还是需要护理师专业的去判断跟确认，所以他让他确认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资料送出。那好处就是说，他不用再去自己拍照、自己去写这些记录，可以减少记录时间，也可以提升这个判读的效率。那刚才也提到说，其实 AI 或者说这些技术导入到场域里面，它都还是要持续的去优化，或是说去调整，让它更符合这个场域的需求。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延伸的应用，就是说，当我们导入这样的系统之后，其实我们会从这个护理师照护员实际上使用的回馈，去发现说有75%的压伤，他们会额外填写其他的换药方式，就表示说我们给他的换药方式的选项可能是不足的。那他们可能要平均多输入11.6个字去描述这个伤口，那代表说，那我们提供的资讯是不是也没有这么的完整？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调查跟持续的优化，我们可以去找到这些 guideline，然后再跟护理师去做讨论访谈，增加伤口辨识后不同等级伤口建议的后续处置方式。那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增加这些选项，提供处置建议，其实就可以节省更多的输入时间。所以其实像数位的转型、数位的导入、AI 的导入，其实它的重点不是说只有把技术放进去，而是要在流程上能够让临床或者场域的实务上是真的觉得非常的好用，非常的有帮助，这个才是重点。有时候我们太工程的人会有点是技术导向，就觉得工程技术进去一定会很有帮助，可是我们还是要有很多使用者的访谈、使用者的调查、使用者的回馈，去让我们的技术能够更符合他们的需求。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现在ChatGPT 很红嘛，有生成式 AI 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那当然我们公司也要与时俱进，所以我们就一直也在思考说，那生成式的 AI 可以在我们的系统里面能够带给长辈或带给这个照护员什么样的协助？那我们这边发现的一个情境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有 Family Line 嘛，就是说这个机构它会跟家人有一个联系的一个管道，里面有一个区块叫做机构的话，就是这个机构的照护员，他们每天会写一段摘要的文字，提供给家人，去让他们知道说，今天这个长辈在机构的情况，比如说情绪很高昂啦，然后在绘画活动很主动参与啦，等等这些资料，他们是每天需要去手打的。那其实想象中，其实生成式 AI 非常的会写这些文字嘛，想必大家都有使用 ChatGPT 在写一些报告的经验。对，那我们就希望说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带到这样的场域里面，我们就会去提供我们在这个机构当天他所量测的这些资料，包含说温度、体温血压、血糖、体重、心情指数、排便次数，然后这些数据把它完整的呈现成一段机构的话。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影片，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偏技术面实际的操作案例。所以它可以自动去资料库里面去捞出这个著名的资料，然后透过我们下了一些 prompt，然后让它能够产生一段照护的话。那其实这个每天可能假设一个个案减少2分钟，那10个个案就20分钟，100个个案可能就200分钟去了。那其实也可以节省他们节省这些照护员每天非常多的时间。对，好，那再来呢？这边想要讲题外话，因为其实像这样的生成式的 AI，其实我们应用除了在机构的话之外，其实在护理的交班记录上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协助，因为有时候护理人员他们在交班的时候需要写很多的记录，也会花很多时间在交班上面。那如果说今天系统能够帮他们产生交班记录的内容，那但护理师还是要经过专业的确认，那确认之后，其实也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时间。那其实就是我们在想要导入生成式 AI 到系统里面。那我们现在也有发展自己的 AI 的模组，所以以实际的界面上现在已经上线了，不过没有截到图。那我们会有2个区块，一个就是说 Jubal GPT 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这个内容，还有一个可能是用 ChatGPT 一个公开的一个演算法，那我们会去做比较，然后让这个
照服员去选择。那这时候一样，就跟刚刚一样，我们可以从使用者的回馈来去看说，哎，那我们的 GPT 现在的成果，我们的效果是不是有提升，是不是有超过 ChatGPT？那这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一些方向。那当然，其实，在 AI 的或是这些资料的应用上面，还有蛮多的面向都可以去发展的。刚刚讲的其实都比较是，我们应用在这个我们自己的系统里面，还有我们自己的场域里面。但是其实这些资料其实非常的有价值的，它可以用在可能之后的可能保险相关啊，或者说长辈的生活啊、健康相关，或者说一些医疗器材的设计啦，或者说他们的配对上面，或是智慧装置的产品开发，甚至包含药的一些应用。或者制药等等的一些技术等等，都会需要这些资料去做，可能作为他们的参考的资讯，或者说我们的资料也是他们能够去推到市场的一些资料的参考。所以这边也可以建议大家说，其实我们在做数位转型的时候，其实数据的收集这一块也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它能够带来的价值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当然，我们就要很好的数据收集的一些策略，可能治安的保护，还有包含说数据呈现的方式跟平台等等，都是我们在未来可以去做一些思考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分享。好，那现在先进入我们 Q&A 时间，等我分享一下画面哦。那刚刚第一个问题，这个可能刚刚跟老师有回答过，有一点点像，但有一点点差别，所以我还是列在这边。那同学有问说，想知道长者会不会排除或抗拒你们的系统，因为感觉长者跟科技有点距离，还是你们的系统就是专门给照服员跟照顾者的呢？对我们的系统的确，我们是专门是给照护员跟护理师，就是所谓的照顾者 caregiver 去使用的系统，所以其实对于长辈而言，他们其实应该不会有太直接的影响，反而希望他们能够觉得说，哎，今天来到这个机构，照护员是很有时间去跟他们做互动跟陪伴的，所以的确，我们的门槛还是会在说提供照服务的这些，他们有时候可能也是长者。对他们的使用系统的一些门槛，所以其实公司有非常专业的客户成功的团队，他们就会去协助客户做教学导入，做客服，有任何的问题都会去协助他们去做系统的教学，这样。对，所以的确可能会有距离，但是我们有很专业的团队去协助。那第二个问题的同学问说，目前长照机构的费用很高昂，那平台导入是否会增加长照机构的成本呢？如果是的话，是否会导致资源落差的更大？那由于成本提高的关系，资源不足，长辈会更难进入长照机构。那承上子平台是否有机会协助未加入照护系统的长辈呢？其实我们的费用其实真的不算高昂，那我觉得这也是跟我们的商业模式有关。我们不是说一套系统几百万要直接导入到这个机构里面，而是我们是用订阅制的方式，就像大家在订 Netflix 一样，可能一个月几百块钱，但我们是摆床数去算所以其实当然说这个机构它的床数越多，它的付的钱是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可能我们平均一床可能100块的这个金额，其实对机构来讲还是可以负担的。对，那当然 depends 就是说可能真的是比较小型的机构，他们觉得说人力上用纸本的方式就能够完成这些所有的照护工作，那当然也 OK。但是只要规模慢慢的变大，或者说他们想要去更进一步的提升照顾的效率的话，其实都可以使用我们的系统，而且它的成本或者说它的门槛其实是相对是低的。对，那透过如果还没有加入照顾系统的这个机构呢，我们也会想办法去媒合一些政府或是一些企业 ESG 的资源来去协助，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是持续的在努力当中。因为其实就我们的统计，我们大概37%的视障可是其实还有40%左右的机构，他们是还没有使用系统的。那这个我们也是在想各种的方式去降低这个系统导入的门槛，或者提供找到其他的资源去协助这些机构。我们还是希望说他们能够使用系统，因为真的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效率，跟品质会更好。对啊，谢谢。同学问说，请问针对不同疾病的长者有设定不同的功能吗？例如糖尿病除了测血压之外，还需测血糖等等。对，那这个其实就会根据这个机构里面怎么样去照顾长辈啦。就是说，这个长辈如果他有糖尿病，他需要测血糖的话，当然我们会有血糖的栏位。那只要这个血糖计它能够连到我们的设备，其实都可以把这个资料都收集起来。那如果他还有更多不同的疾病，或是他们的
资料需要记录的话，其实我们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各种不同的表单，能够让他们去做填写，所以的确我们是可以照顾到很多不同疾病的长辈的。那这边第4个问题有点长，他说：“请问科技带来精简跟便利，但会不会使细节难以被记录或流于形式呢？例如记录长辈的心情，刚刚看系统界面是简单的5种心情，会不会最后流于跟家属交代的情况，无法真正的优化照护体验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因为的确我们会用很多的推荐的内容，或者说让他们用选择的方式去提供这个照护的记录，对。但是我们也希望说，第一个是照顾的，因为记录的这个第一个动作他们是简单的，可是如果他们今天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还是会让照护员或者是护理师真的透过文字的方式去跟家人去做交代跟交流或是讨论，因为他们本身都还是有一个 LINE 的连接是在的。那只是说在一些例行上的记录上，我们希望能够降低他们的时间。但是如果有些特殊情况，当然照护员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管道去跟家人做沟通。所以我觉得这是尽可能去平衡这两边的一个需求。对。那下一个问题说，请问目前听到的比较偏向于记录伤口侦测判断，那是否有预防伤口产生的 AI 的部分呢？因为现在的伤口可能比较多都是褥疮了。那其实我们之前有一阵子也有在整合一些床垫的厂商，那这个目的就是希望说，是不是可以提醒他们要翻身啊？那或者说去判断他们是卧床过久等等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其实在之前的合作上是有发展，不过因为床垫的系统的整合上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系统上是没有跟床垫的硬体去做一些整合。不过也谢谢这样的一个意见，我们觉得可以在未来可能有更好的床垫厂商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讨论跟整合。想请问在系统使用上，资安与隐私上会如何去面对跟处理？是这块的确是我们非常非常在意的一个重点，因为其实我们会收集蛮多著名的一些长辈，所以我们有几个阶段啊。第一个是说我们要做这个资料分析之前，或者说我们收集这个资料的同时，一定会在一开始签合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确切的监测资料收集跟使用的一个条款的内容，他们基本上就会先同意我们使用这些去识别化后的资料。那第二个是说我们本身公司的系统在 ISO 的认证上面，我们有取得 ISO 27001，就是治安的认证，然后还有包含27701，就是各自的保护上面，其实我们是应该今年 Q3就会拿到了，进行中。那即便我们要进入北美市场，我们也要过 HIPAA 的一些认证，所以我们也是非常谨慎的在安全或者治安合规上面去做一些提早的一些准备。对，甚至包括我们用的云端厂商都是有过 ISO 的一些认证的。那这一块，谢谢你的提问，就是我们非常在意这个部分，谢谢。那就是今天的 AI 带动长照产业新趋势的讲座，应该让大家觉得大开眼界的感觉，在长照产业可以有这样子的做法，那可以用数位的方式减少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并且提高准确率，让照护的水准提高，他们会轻松一些，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有同学说想询问，目前在高雄的话，有哪几家合作的长照机构呢？哇，这个好问题耶！我们对，因为太多了。我们在南部的市占率其实蛮高的，就是说台南、高雄应该都有差不多接近50%的市占率。对，所以其实，但我现在手边是没有这个名单的，因为它也算是我们的商业机密。但是我可以大概让你知道说我们在南部的市占率很高，所以你可能问3家，至少会有1家是我们的客户这样。我看到有问到说我们的系统会不会进到医院？那其实我们之前当然有想过说我们要做 HIS 的系统，但其实第一个说 HIS 它相关的法规跟严谨程度，还有记录的东西都更加的复杂跟严谨。那再来就是说，其实医院目前可能大医院他们都有自己的资讯室嘛，那小医院他们也都有专门的 HIS 的厂商，那他们的应该说覆盖率其实是比较高的。那以新创公司的角度上来讲，要进入这块市场其实是相对比较困难一些。那我们才会先从长照这个产业进入，但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持续跟医院有一些连结啊，所以像我们在做远距医疗系统的时候，其实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可以跟医院的 HIS 有一些串接。那我们自己在 HIS 的发展上面，我们在日本的代理商现在是先把我们系统导入到牙医的诊所，但是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进入到日本的慢性医院的诊所，那个时期就会比较是以 HIS 的角色为主。那我们希望说在日本先发展了，然后再慢慢带回到台湾这样。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些策略。
那最后就是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李宏奇执行长特助的分享，以及各位数位青年的参与。我们下次见喽，谢谢大家。